一直好受傳統投資者歡迎嘅三號仔香港中華煤氣，最近喺公佈完全年業績之後，都令股價出現一個急跌嘅情況。公司核心嘅業務大致未符合市場嘅預期，都影響咗股價嘅表現。但係令股價下跌嘅致命傷係公司宣布取消派發紅股啊！股價去到呢一個地步，有貨或者冇貨嘅投資者又應該點樣去到部署呢？市面上有冇啲更好嘅選擇呢？今日我就想同大家去到探討呢兩個嘅問題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 Graham， 歡迎你嚟到我嘅 YouTube Channel。如果想了解更多關於個人理財同埋投資嘅知識，歡迎大家去 subscribe。其實中華煤氣紅股嘅政策已經有超過20年嘅歷史，由1997年開始，10送1已經係成為公司固定嘅派息政策。如果我哋唔計今次唔派紅股，公司喺呢段期間只有5個年度啦係冇派發紅股嘅啫，分別係喺2008年嘅金融海嘯同埋2002至到2005年嘅沙士時段啊。反映公司除非真係遇到一啲經濟大衰退嘅情況咧，都會盡量係派紅股俾佢嘅股民嘅。事實上呢次公司停派紅股咧，其實喺早幾年啊已經係有先兆㗎啦，已經係為今次取消派紅股咧係鋪路啊。隨住前主席李兆基退任，交棒俾佢兩個仔去到打理公司之後，就見到公司啦就開始縮減派紅股嘅政策。喺2019同埋2020年咧，係將紅股派發嘅機制改為20送1啊。縮減紅股嘅主要原因啦，係因為新上任嘅管理層係想嘗試為公司去揾一啲新嘅突破。可以見到公司近年嚟嘅發展啦，係明顯改變啊，尤其係喺國內嘅新能源發展係變得更加之進取嘅。而因為要開發新嘅業務，就需要更多嘅資金投入啊，變相啦就要減少派紅股嘅，所以普遍大行啦同埋分析員都估計唔派紅股啦，將會係中華煤氣嘅新常態啊！投資者亦都要改變對中華煤氣呢一隻股票嘅期望啊，唔好再將佢當成係一隻傳統嘅收息股去看待啊！所以如果投資者係純粹追求穩定派息嘅話，中華煤氣好明顯係唔再適合作為長揸嘅收息股㗎啦。咁當我哋再將中華煤氣啦同埋其他公用股去做一個對比嘅時候咧，咁都可以見到無論係佢嘅派息啦，以至係估值方面都唔係太吸引嘅。根據翻傳統公用股嘅收益率啦，咁都可以見到中華煤氣依家嘅收益率就只有3.5厘嘅啫。咁就比起其他公用股，例如係2號中電啦，或者係6號電能實業啦，都係低嘅。咁佢哋分別啦都派緊大約4厘同埋5.5厘嘅股息。而至於估值方面啦，就算最近中華煤氣咧係出現一個大跌嘅情況都好啦，咁佢嘅 P/E 咧依然都係35倍左右嘅。咁比起同業嘅公用股，例如係中電22倍 P/E 同埋電能18倍 P/E 咧，都係高一截嘅。咁所以啦，理論上佢嘅估值啦，亦應該咧係要有進一步嘅調整嘅，股價啦仲有一定下跌嘅空間。咁就因為派紅股嘅政策取消，咁再加上新管理層嘅作風，都令到派息嘅不確定性係增加嘅。咁所以啦，如果我係持有住中華煤氣嘅股份咧，咁我都會將我手頭上嘅股份賣出，咁再將資金咧係投資喺一啲更加優質嘅收息股身上嘅。咁你會問買啲乜嘢嘅收息股好呢？咁其實買得中華煤氣嘅投資者咧，都主要啦係追求一個穩定嘅派息回報嘅啫。而當中我認為最穩陣嘅派息選擇啦，會係投資喺一啲房託基金啦，或者係商業信託嘅基金。因為根據法例嘅要求，頭先提到嘅信託係需要每年將90%以上嘅盈利係以股息派俾股東㗎。咁所以除非公司係蝕錢嘅啫，如果唔係嘅話，都一定要派股息俾股東嘅。咁就唔同投資喺個別嘅收息股啊。咁就算過去好多年啦，都有一個好穩定嘅派息記錄都好，公司咧其實都係有權取消派息嘅政策。
就好似今次中華煤氣同埋早前喺疫情期間宣布取消派息嘅匯豐一樣，都係一啲近年嚟活生生嘅例子啊！咁喺香港上市嘅房託啦，其實選擇都唔少嘅。依家大約啦係有10隻可以俾投資者選擇。咁當中每一隻房託所持有嘅房地產類別啦，都可以係好唔同嘅。例如係一啲嘅商場啊、辦公室、酒店，甚至係一啲物流倉庫嘅房託咧都有嘅。不過喺咁多隻入邊，我個人最鍾情嘅咧都係隻823領展啊！咁喺過去呢個 channel 咧都提過好幾次㗎啦。咁中意佢嘅原因啦，主要係因為領展所持有嘅地產啦，主要都係一啲民生嘅商場為主嘅。咁所以有別於其他嘅 REITs 嚟講咧，領展嘅穩定性係比較高㗎，而且對於呢個經濟週期嘅影響咧係比較低嘅。而睇翻公司嘅派息，每年咧都有穩定嘅增長啦。咁就算喺疫情啦，都冇減少派息嘅。而領展目前嘅派息都超過4厘，咁比起以往嘅收益率啦都係高㗎。咁所以想追求穩定派息嘅投資者嚟講，領展啦會係一個唔錯嘅選擇。而至於商業信託方面，目前香港上市嘅咧就係3隻，咁當中啦6823香港電訊同埋2638港燈啦都係值得考慮嘅選擇。咁都可以見到兩隻商業信託嘅業務啦都好唔同㗎。咁但係因為所提供嘅業務啦，都係一啲嘅必須嘅服務，咁所以佢哋嗰個嘅收入來源啦，都係非常之穩定嘅。不過，假如投資者係想投資同中華煤氣類近嘅產業，港燈啦會係你嘅首選嘅。不過啦，如果以一個派息嘅穩定性去做比較嘅時候咧，其實香港電訊可能係更加好嘅選擇。香港電訊目前嘅收益率係有超過6.5厘嘅。咁相對比起港燈嘅4厘左右咧，係高一截嘅。而且根據派息記錄，同領展一樣，香港電訊嘅派息金額啦，喺過去5年都有穩定嘅升幅。咁反映公司業務係冇太受疫情而造成太大嘅影響嘅。相反，港燈嘅派息就相對冇咁穩定啦。喺過去2年，因為疫情嘅影響，令到公司賺少咗錢嘅。咁所以派息嘅金額亦要相對調低。不過隨住疫情好轉，預計港燈嘅生意啦都會係有改善嘅，派息都應該可以去返疫情前嘅水平。咁所以如果大家係有興趣投資喺呢一啲嘅信託嘅話，咁都可以考慮用返個平均成本法嘅策略，每個月定期買入去作出一個長線嘅投資部署嘅。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最後如果大家係有興趣知道我嘅投資組合同埋我最新嘅投資部署，都歡迎大家去 join 我嘅 Patreon 去攞更加多獨家嘅資訊。詳細嘅資料可以去翻下邊嘅 description 參考。多謝大家收睇啊！希望大家係可以 like 我條片啦 ，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同埋 follow 我嘅 IG 同埋 Facebook account。好，今集時間差唔多啦，下集繼續和你賺。